一個在房地產圈流傳了幾十年，卻很少被真正公開討論的冷知識。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有的人買了新房，搬進去沒幾個月就後悔到想立刻脫手，而同一棟大樓，同樣坪數，同樣格局，同樣的價位，隔壁那戶人家住進去之後卻越住越滿意，甚至跟朋友炫耀說這輩子買對了一間好房，差別到底在哪裡？答案很簡單，就2個字：樓層。這個樓層，不管你買的是30年的老公寓，還是剛剛交屋的豪宅新案，只要你不小心踩進去，從你拿鑰匙開門那一刻開始，你的人生就會進入一種叫做每天都在後悔的慢性折磨狀態。你會發現冷氣開到最強還是熱得睡不着，你會發現窗戶一打開就是別人家的廚房抽風機正在噴油煙，你會發現半夜總有不明原因的嗡嗡聲從天花板或地板傳來，你會發現牆角的霉斑怎麼擦都擦不掉，你甚至會開始懷疑這棟房子是不是被什麼東西附身了。可當你拿起合約想去找建商理論的時候，你才驚覺合約上所有的條文都寫得清清楚楚，只是當初看房的時候，沒有任何一個人會主動告訴你這些字背後藏着什麼樣的陷阱。那究竟是哪一層樓？為什麼建商從來不會在廣告上大聲宣傳？為什麼就連代銷小姐都會刻意繞開這個話題？為什麼仲介帶看的時候總是把你往高樓層帶，卻從來不跟你解釋中間某幾層為什麼特別便宜？我們今天就一次把這件事情講透，講到你下次走進接待中心的時候，一眼就能識破銷售話術，真正替自己辛苦賺來的血汗錢，把好這道最重要的關卡。我們先從新屋開始講起，因為新屋的這個地雷最隱蔽、最難防，也最容易讓人上當。這個地雷有一個專業名詞，叫做設備層。有些建商會把它包裝成避難層、機房層、轉換層，甚至還有更含糊的名字，叫做公設樓層。什麼叫設備層？簡單講，就是一整棟大樓的心臟加上腎臟，被集中放在某一個樓層裡面。現代的高樓大廈，特別是那種30層以上的大型社區，因為水壓問題、電壓問題、排氣問題、消防問題、變電問題，不可能把所有機電設備都塞在地下室或是屋頂。於是建築師必須在大樓的中間某一層，有時候甚至是2層或3層，專門規劃出來放這些機電設備。你在代銷中心看樣品屋的時候，建商會給你一本厚厚的平面圖集，上面標得花花綠綠、漂漂亮亮，但絕大多數的購屋者根本不會仔細翻到那一頁去研究設備層到底卡在哪裡。更陰險的是，有些建商根本不會把設備層標示得太明顯，甚至會用聽起來很專業又模棱兩可的名詞來包裝。你買到的那一戶可能就恰好是設備層的正上方，或者正下方，或者就在它的隔壁。而銷售在帶看的時候，只會跟你強調這個高度視野多好，採光多棒，通風多順，絕對不會跟你說你家的樓下就是整棟大樓的加壓泵浦室，你家的隔壁就是整棟大樓的總變電所。那住在設備層旁邊到底有什麼可怕的？我告訴你，這絕對不是什麼都市傳說或是風水迷信，這是扎扎實實的物理學。第一個問題，低頻噪音。機電設備包括加壓馬達、冷卻水塔、排風扇、變壓器，這些機器一天24小時不停地運轉，發出的聲音頻率非常低，低到你白天完全聽不太清楚。可一到深夜，當整棟大樓都安靜下來，那個嗡嗡嗡的聲音就會像一隻看不見的蚊子鑽進你的耳朵一樣，無孔不入。低頻噪音最可怕的地方在於，它不像高頻聲音那樣會被牆壁、玻璃窗、後窗簾擋下來，它會直接穿透結構體，順着鋼筋、水泥、管線一路鑽進你的床，鑽進你的枕頭，最後鑽進你的腦袋。很多人住進去之後，開始莫名其妙的失眠、頭痛、心悸、情緒煩躁，去看醫生卻檢查不出任何原因，最後才發現罪魁禍首根本就是樓下那台日夜不停在騷擾他們神經系統的馬達。更慘的是，這種低頻噪音在檢測的時候，往往數值都合乎法規標準。你拿去找建商、找管委會、找環保局，全部的回復都是一句話：檢測結果符合規定，我們愛莫能助。第二個問題，震動、水塔加壓、排水回壓、電梯機房運作、
全部都會產生持續性的微震。這種震動你肉眼看不到，用手摸牆也感覺不太出來，但你家的水杯會告訴你真相。你會發現放在桌上的那杯水，水面每隔幾分鐘就會起一圈淡淡的漣漪。你會發現書櫃上的擺飾每個月都得重新擺正一次，因為它們會自己慢慢往邊緣移動。你家的鏡子掛了3個月之後，你會發現它開始變得有點歪。長期住在這種環境底下，不只是睡眠品質變差，連你房子的結構體都會因為長期震動而加速老化。有些更誇張的案例，住戶的水晶燈每到深夜就開始微微搖晃，屋主以為自己撞鬼，其實是樓上或樓下的機房在開派對。第3個問題，電磁場、變電設備、配電盤、大型馬達這些東西所產生的電磁場強度遠遠超過一般家用電器的好幾十倍，甚至上百倍。世界衛生組織雖然還沒有把公平電磁場列為明確致癌物，但早在很多年前就把它列入了可能致癌等級。你願意讓自己和家人每天24小時年復一年暴露在這種電磁場環境底下嗎？尤其家裡如果有小孩、有孕婦、有老人，這個風險絕對不是建商一句符合國家標準就能夠輕輕蓋過去的。很多人買房的時候完全沒想到這一點，一直到小孩常年生病，才開始懷疑是不是住的地方出了問題。甚至有研究指出，長期暴露在高電磁場環境下的族群，白血病和神經系統疾病的發生率都有明顯偏高的傾向。第4個問題，空氣品質。設備層往往還集中了整棟大樓的通風管道、排氣井，甚至廚餘管道的主幹。你住在它旁邊，等於你家的牆壁，另一邊就是整棟大樓的排氣口。夏天一開窗，從外面飄進來的根本不是新鮮空氣，而是樓下100戶人家炒菜的油煙、浴室的濕氣、廁所的異味，全部混合在一起的綜合氣體。你以為你買了一間豪宅，結果每天呼吸的是整棟大樓最髒的那一口氣。更糟糕的是，這些排氣管道如果常年沒有清理，裡面會累積大量的油垢和黴菌。一旦管道發生倒流或洩漏，你家就會變成整棟大樓病菌傳播的第一站。新冠疫情期間，有些社區爆發群聚感染，事後調查就發現，病毒是順着這些共用管道傳播的。第5個問題，轉售價值，這是最現實也最殘酷的一刀。你今天買進來的時候，也許因為這一戶比其他戶便宜個30萬、50萬，你還覺得自己賺到了，撿到寶了。可等到你哪一天想換屋、想脫手，買家帶着仲介一番平面圖，下一秒人家就會開始壓你的價錢。設備層周邊的房子在二手市場永遠是流通性最差的那一群，就算你裝潢花了200萬，弄得像樣品屋一樣漂亮，一樣賣不出好價錢。當初省下來的那50萬，最後你要用多賠100萬，甚至多賠200萬的方式還給市場。所以新屋第一大雷，請務必避開設備層以及設備層的正上方、正下方，甚至是對角線斜上斜下的那一戶。看平面圖的時候，多問一句，多翻一頁，多打一通電話，就能幫你省下未來幾十年的痛苦。另外還要特別提醒，很多新屋大樓會設置中繼水箱層，這也是一個隱形的地雷。中繼水箱是用來解決高樓水壓不足的蓄水設備，它通常會設置在整棟大樓的中段位置。你家如果剛好在中繼水箱層的上下，每天半夜馬達啟動補水的時候，那個水流聲和機械聲就會準時把你從睡夢中叫醒，比鬧鐘還要準。而且水箱長期儲水，一旦清潔保養沒做好，水質污染、漏水滲水，甚至細菌滋生的問題也會跟着來。講完新屋，我們再來看老屋。老屋沒有設備層的問題嗎？有的，只是形式不太一樣。老屋的地雷樓層，第一名是頂樓，第二名是1樓，第3名則是大家比較少注意到的，沿街面對馬路的低樓層。我知道很多人一聽到這個答案會說，頂樓有什麼不好？視野好啊，採光棒啊，通風順啊，還可以加蓋頂加給自己用啊。可我告訴你，老屋的頂樓是所有經驗豐富的看房老手避之唯恐不及的選項，只有沒吃過虧的年輕人才會被它表面光鮮的條件給騙進去。老屋頂樓的第一個致命傷，漏水。台灣這種氣候，梅雨季一下就是1個多月，台風季一來就是連續好幾個月的極端降雨。
你家的屋頂就是整棟大樓最前線的防水陣地。那些屋齡30年、40年的老屋，防水層早就老化龜裂了。當年建商用的防水材料，合理使用年限通常只有10到15年。你買到一個30年屋齡的頂樓，等於你買到一個早就該退休20年的防水層。下雨的時候，你不是在擔心下雨，你是在賭命。你在賭這次雨會不會又從牆角滲進來？你在賭這次台風過後，天花板會不會出現一塊新的黃斑？更慘的是，重做防水根本不便宜，一次下來少則10幾萬，多則30-40萬，而且還不保證做完就一勞永逸，3-5年之後可能又要從頭再來一次。更頭痛的是，頂樓的防水屬於公設範圍，理論上應該由管委會統籌處理，但實務上管委會經費不足，其他樓層的住戶又不願意攤提費用，最後往往變成頂樓住戶自己掏錢，自己跟工班打交道，自己承擔所有的風險。第二個致命傷，西曬加上酷熱，屋頂被太陽直曬一整天，熱度會一層一層往下傳。你可能會說，我有隔熱磚啊，我有冷氣啊。可是當外面氣溫38度，屋頂表面溫度可以飆到60度以上，這種熱度直接從天花板往下灌進你家，冷氣開到最低溫也救不回來。你家的電費單會比樓下鄰居貴2-3倍，這個差價累積10年、20年下來，足夠你換一台全新的車。而且你知道嗎？長期住在這種高溫環境底下，人的情緒會變得煩躁，睡眠會變得斷斷續續，連帶影響你的工作效率和身體健康。夏天晚上要睡覺的時候，你會發現就算冷氣開了一整天，一關掉不到10分鐘，整個房間又熱回原樣。因為天花板和牆壁早就被太陽烤得像烤箱一樣，正在緩緩釋放熱量。第三個致命傷，違建和頂加糾紛。很多老屋頂樓的賣相之所以特別好，是因為原屋主蓋了頂加，讓你在原本的坪數之外多出了1層樓的使用空間。但你要知道，這些頂加絕大多數都是違建，隨時可能被檢舉、被拆除。而且就算沒有被拆，一旦你要賣房、要貸款、要辦理任何房屋相關的手續，銀行和仲介都會把頂加的部分完全扣除，不計入鑑價。你當初多付的那幾百萬，其實就是打了水漂。更麻煩的是，萬一頂加發生火災、漏水結構問題，保險公司幾乎都不會理賠，因為違建本身就不在承保範圍內。第四個致命傷，結構安全。老屋的屋頂結構是整棟建築最早開始老化的部分之一，常年風吹雨淋日曬，加上過去幾十年累積下來，可能有的違章加蓋重量、水塔、水壓，甚至有些頂樓戶還在上面種菜、種樹、放幾十盆的大盆栽，這些額外的承重都是當初建築設計的時候根本沒有考慮進去的。一旦發生強震，頂樓永遠是受災最嚴重的位置。地震的邊燒效應會把整棟大樓的晃動能量集中放大在最頂端。同樣的震度，1樓可能只是搖2下就沒事，頂樓可能整個天花板的燈具全部掉下來。講完老屋的頂樓，我們再來講1樓。老屋的1樓，乍看之下好像非常方便，出入不用等電梯，甚至有些1樓還附帶一個小庭院，停車也比樓上方便。可是真的住進去之後，你才會知道，這個所謂的方便是用什麼樣的代價換來的。第一個麻煩，潮濕。台灣的土壤濕氣非常重，老屋的1樓地板和地基之間的防潮處理，在幾十年前的工法底下根本做不到位。你家的牆角會長霉菌，你的木地板會膨脹變形翹起來，你擺在鞋櫃裡的皮鞋放了3個月就會長出一層綠色的毛，家裡常年充斥着一股揮之不去的霉味，除濕機開到跳電都沒用。長期住在這種潮濕環境底下，過敏、氣喘、異位性皮膚炎全部都會找上你和你的家人。家裡收藏的書籍、相簿、紀念品，過不了幾年全部都會變成一坨粘在一起的廢紙。第二個麻煩，蚊蟲和蟑螂。1樓離地面最近，是所有昆蟲最理想的活動範圍。蚊子、螞蟻、蟑螂，甚至老鼠都會把你家當成自家的廚房。你每個月花在殺蟲劑、捕鼠器、除蟻粉、驅蟲噴霧上面的錢，加起來比一般住戶多好幾倍。
尤其是台灣最恐怖的那種會飛的大蟑螂，你打開大門換鞋的時候，它就從旁邊的排水溝裡飛出來跟你對視。這種日常的精神壓力不是每個人都承受得起的。第三個麻煩，噪音。老屋的一樓通常直接面對馬路，機車的排氣聲、汽車的喇叭聲、路人聊天的聲音、垃圾車的音樂、市場攤販的叫賣，全部都直接灌進你家客廳。你想開窗透氣嗎？對不起，你得同時忍受以上所有聲音。你想關窗睡覺嗎？對不起，你得忍受二氧化碳飆升和室內空氣悶熱。這是一個永遠無法兩全的選擇題。第四個麻煩，治安和隱私。一樓最容易被小偷盯上，陽台離地面太近，窗戶只要沒有加裝鐵窗防盜格，大概5分鐘就能被輕鬆破解。而且你家裡的一舉一動，走在路上的任何路人抬頭一看就能看得一清二楚。拉窗簾吧，家裡空氣不流通，變得死氣沉沉；不拉窗簾吧，跟住在百貨公司的櫥窗裡沒兩樣。第五個麻煩，淹水風險。這是近年來台灣越來越頻繁的噩夢。氣候變遷讓極端降雨事件越來越常見，老舊社區的排水系統根本應付不來這種短時間內的超大雨量。一樓住戶永遠是第一個被淹的那一戶。你家的家電、家具、車子一場大水下來全部報銷，保險會賠嗎？大部分住宅保單對於水損的理賠都設有上限，而且一旦你頻繁出險，下一年你的保費會飆到你不想再繳下去。而且淹水過後，家裡的牆壁、地板、木作全部都要重新來過，那個整修的過程可以折磨你整整半年以上。第六個麻煩，污水管堵塞倒灌，這是一樓住戶最恐怖的夢魘之一。整棟大樓的排水管全部通過你家樓下匯集，萬一主管線某個環節發生堵塞，倒灌的第一站就是你家的浴室、廚房、洗衣機排水孔。那個畫面，那個氣味，相信我，你這輩子都不會想看到第二次。而且這種事情的肇事者往往不是你，可能是樓上某一戶隨便往馬桶裡丟東西，可能是某戶裝潢的時候水泥倒進排水管凝固了，最後全部的髒水都從你家的地板排水孔噴出來。修復費用和清潔費用要跟誰請求？理論上可以走管委會或保險，實際上你可能要吵上半年1年才能拿到一點點賠償。所以老屋的頂樓和一樓這兩個看似便宜又方便的樓層，其實是坑中之坑，是專門用來等待沒經驗的年輕人上鈎的陷阱。除此之外，還有第三個老屋地雷，就是沿街面對馬路的低樓層，也就是2樓到4樓這個區間。你可能會想，我又不是1樓，應該沒事吧？錯了，這個區間是整棟大樓汽機車廢氣飄散的最高濃度帶，也是路面噪音反射最強烈的高度。你家的窗戶玻璃每3個月就要擦一次，擦下來的那塊抹布是黑色的，那不是灰塵，是 PM2.5 和柴油煙塵的混合物。你家的冷氣濾網每個月都要清洗，不然空氣流量會變得很差。住在這個高度的人，過敏鼻炎、氣喘、慢性咽喉炎幾乎是標準配備。我再講一個真實的案例，讓你感受一下。我有一位朋友，前幾年在新北市買了一間新成屋，15樓的其中一戶，價格比同社區其他高樓層便宜了1成多。他覺得自己撿到寶，當下就簽約了。搬進去的第1個月，他就發現不對勁，家裡每天半夜都有一種說不上來的低沉嗡嗡聲。他以為是自己神經太敏感，還特別去看了身心科，看了半年，吃了半年的助眠藥，直到有一次管委會發公告要進行設備檢修，他才恍然大悟，原來他買的那一戶正下方就是整棟大樓的加壓馬達室。他花了200多萬請人做隔音工程，效果只是稍微改善，最後實在住不下去，認賠出場，比原價少了300萬才脫手。這筆學費夠他出國玩10幾趟了。還有另外一個案例，也是朋友的朋友，在台北市買了一間30幾年的老公寓頂樓，5樓帶頂家。當時覺得多出1層空間可以給小孩當遊戲室，非常划算。結果住進去第1個夏天，頂家變成烤箱，小孩一進去玩不到10分鐘就滿身大汗。第2個台風季，頂家開始漏水，水從天花板滲進主臥室，整面牆的壁紙發霉剝落。他找工班重做防水，花了28萬，第2年再漏，再花30萬，第3年連結構技師都來看了，
說頂家當初的施工根本就有問題，整個必須敲掉重做。算一算，他買這間房子多付的金額，加上這幾年修修補補的錢，已經可以在旁邊買一間同坪數但樓層更低的中古屋了。那你可能會問，既然新屋要避開設備層，老屋要避開頂樓和一樓，那到底什麼樓層才是最理想的？這個答案沒有絕對的標準，但經驗法則告訴我們，以總樓高的1/3到2/3這個黃金區間為主要選擇範圍。這個範圍內的樓層通常有幾個明顯的好處。第一，避開了地面層的潮濕、蚊蟲、噪音、淹水風險。第二，避開了頂樓的漏水、西曬、結構老化問題。第三，通常也避開了設備層及其上下影響最大的區域。第四，採光通風相對都很好，但又不會高到受強風壓，等電梯時間過長，停電以後需要爬樓梯爬到崩潰的困擾。第五，在二手市場轉售的時候，流通性最好，溢價空間也最大，你未來想換屋想脫手都比較容易。當然還有一些進階的避雷技巧值得你記下來，比如說避開正對電梯井的那一戶，因為電梯運作的震動和異音會直接傳進你家。比如說避開緊鄰垃圾收集區的那一層，衛生和氣味問題永遠解決不完。比如說要特別注意所謂的腰線層，有些建築為了外觀好看，會在某幾層的外牆上做出突出的裝飾線條，這些線條最容易積水、積髒東西，甚至讓爬蟲類和鳥類順着外牆爬進你家的窗戶。又比如說避開正對高壓電塔、變電箱、基地台的那一側，電磁場的影響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再比如說台灣傳統文化中忌諱的4樓，雖然很多人覺得是迷信，但你要記住，房子要脫手的時候，迷信就是市場，就算你不在乎，下一個買家在乎，最後吃虧的還是你自己的荷包。最後我想認真跟你說一句話，買房這件事情千萬不要被銷售話術牽着鼻子走，什麼樓王戶啊，什麼視野無敵啊，什麼稀有釋出啊，什麼最後一戶啊，這些詞聽起來都很美，但是沒有任何一個詞會告訴你樓上樓下的設備層在哪裡，沒有任何一個詞會告訴你這棟樓的防水做得到不到位，沒有任何一個詞會告訴你隔壁那戶是不是上大夜班的人，常常半夜開關門。你必須自己做足功課，自己帶着捲尺、手電筒、濕度計，還有一份自己準備好的問題清單，親自到現場看3次以上，白天看1次，晚上看1次，下雨天再看1次。你要敲敲牆壁聽聲音，要打開窗戶聞氣味，要打開水龍頭聽水壓聲，要走進電梯數一數機房在哪幾層，要到頂樓看防水狀況，要到地下室看排水設施。你甚至要去問管委會，問清潔人員，問附近已經住進去的住戶，這棟樓到底有沒有什麼不為人知的秘密。房子是一輩子最重要的一筆資產，也是一輩子可能背最久的一筆債。你多花1個星期做功課，可能就替自己省下未來30年的後悔。你少看1次現場，可能就讓自己陷入一場長達幾十年的漫長噩夢。所以今天這一集的重點，我再幫你整理一次。新屋避開設備層和它的上下左右鄰居，以及中繼水箱層的周邊。老屋避開頂樓和1樓這2個死亡樓層，也要小心沿街面對馬路的低樓層。黃金樓層落在總高度的1/3到2/3之間。看屋一定要看3次以上，而且要包含不同的時段和天氣。合約上的每一個字、每一張圖，都要仔細再仔細的確認清楚。只要做到這幾點，你就已經贏過90%的買房菜鳥，